什么样的星球才最适合人类居住呢？第一颗就是阿凡达星球，这颗星球简直是现实版潘多拉。但它不是独立行星，而是一颗绕着木星级气态巨行星转的宜居卫星，大小和地球差不多。在这颗卫星上，你感受到的重力只有地球的 80%， 相当于自带轻装上阵 buff， 跳得更高，搬东西更省力。更绝的是，它所在的气态巨行星刚好在恒星的宜居带里，所以这里气候温和，到处都是茂密的植被，完全没有地球的极端高温或严寒。但真正让人着迷的是它的潮汐锁定。住在朝向行星那一侧的人，抬头就能看到一颗比满月大几十倍的巨型星球挂在天上，24小时不落幕，那景观简直是宇宙级落地窗。而且潮汐锁定还带来了个大好处，轴向倾斜能稳定上亿年，不会出现地球这样的极端季节。甚至还有适度的潮汐加热，气态巨行星的引力会反复拉伸挤压卫星，给它的内核功能既不会引发超级火山，又能避免冰河时代。这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宜居环境。而且这里的一天长达10个地球日，5天白天晒恒星，5天黑夜靠气态巨行星反光。晚上根本不用开灯，那颗气态巨行星反射的光比地球满月亮上100倍，走夜路都能看清路边的花。但最神奇的是，正午日时，每10天卫星会转到气态巨行星后面，白天突然变成黄昏，星星全冒出来。这可是朝向行星一侧的居民唯一能看到星星的机会，想想都浪漫到窒息。讲完潘多拉同款星球，咱们再去看看硬核科学爱好者的梦中情星，一颗绕着恒星加黑洞双星系统转的地球复制品。这颗星球本身和地球长得一模一样，有山有水有大气层，但它的邻居太特殊了，一边是和太阳质量相当的恒星，另一边是10倍太阳质量的恒星级黑洞。但你别以为这个黑洞很大，其实它的直径只有60公里，比一个县城还小，但它的引力却能轻松拿捏恒星。这俩天体绕着彼此跳独特的轨道舞蹈。因为黑洞的强引力，这颗星球要想待在恒星的宜居带里，就得转得飞快。所以这里的一年只有110个地球日，相当于3个多月就是一整年，生日能多过好几次。更酷的是时间膨胀效应，靠近黑洞会让时间变慢，这里的时钟每年比地球慢 4.7 秒，虽然日常感觉不到，但调整日历和 GPS 时可得算明白，是不是有种穿越时空的既视感？不过这里的潮汐有点吓人，恒星和黑洞的双重引力让潮汐高度是地球的5倍，海边城市得建几十米高的防护墙才能挡住涨潮。但这些都不算事儿，真正的福利是黑洞就在家门口，科学家不用发射探测器跑几光年就能直接测量霍金辐射，甚至往黑洞里扔实验器材测试极端环境下的物理定律。这些在地球根本想都别想的实验，在这里就是后院消遣。物理学要是能在这颗星球上发展，说不定几十年就能突破现在的瓶颈，想想都让人激动。接下来这颗星球堪称人类的宇宙安全屋，2颗一模一样的地球共享同一个轨道绕恒星转，妥妥的双生姐妹花。这2颗行星质量相同，大小一致，就像复制粘贴出来的，它们绕恒星一圈刚好是一个地球年。最神奇的是马蹄形轨道，每隔33年它们会靠得特别近，只有150万公里，再近一点就会被彼此的引力撕碎。但就在这个安全距离里，他们会交换位置，原本离恒星近的跑到远一点，远的换到近侧，再等33年又换回来。用我们现在的火箭技术，从一颗飞到另一颗只要1周，相当于去临时旅游。到时候人类可以跨星球贸易、文化交流，甚至搬家定居，完全没有世界末日的焦虑。如果一颗行星被小行星撞击，或者爆发全球性灾难，另一颗上的人类能立刻接手重建，人类文明再也不用担心灭绝了。你别觉得这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，我们太阳系里就有现成的例子。土星的2颗卫星杰纳斯和艾皮米修斯就是这样共享轨道、定期交换位置的，已经稳定运行了几十亿年。所以宇宙里一定有这样的双生地球，就等着我们去发现。最后这颗星球简直就是神话照进了现实，天上挂着5颗太阳，你没听错，不是2颗，是5颗。这颗星球的恒星系统非常有层次感，中心是2颗比太阳小一点的恒星，紧紧靠在一起互相绕转，这是整个系统的引力核心。再往外一点是一对红巨星，它们俩每5到10年绕一圈，绕整个中心系统则需要70年。最外侧是一颗红超巨星，离得特别远，相当于地球到太阳距离的500倍，绕一圈要好几千年。你肯定会问，那这5颗太阳不得把星球烤成焦炭？答案是不会，大自然的平衡真的太精妙了。这些恒星的距离和恒星辐射通量刚好互补，这颗行星接收的总光照和地球一模一样，不多不少，温度刚好适合生命生存。不过这里的环境有点特别，因为红巨星和红超巨星主要发红光，植物的光合作用可能会偏向吸收红光，所以这里的树叶可能不是绿色，而是淡淡的红色。想象一下整片红色的森林，红色的草地，是不是像闯入了童话世界？更爽的是能源自由，这里几乎没有黑夜，每隔8年才会有一次完全黑暗的夜晚，其余时间至少有1颗太阳在天空发光。太阳能电站24小时不间断发电，再也不用筹电费。
也不用担心化石能源枯竭，而且出门还能看到多重影子。5颗太阳从不同方向照射，地上的影子会重叠又分开，简直是天然的光影艺术展。但可惜的是，这颗星球的保质期不长，红巨星和红超巨星都是短命恒星，只能活几百万年，之后就会爆发超新星爆炸。到时候要么直接把这颗行星炸碎，要么把它弹出恒星系统，变成一颗在宇宙中流浪的孤独行星。所以这里更像宇宙度假胜地，能住但不能长久定居，毕竟谁也不想在超新星爆炸里结束旅程。这些奇特的星球并不是科学家的幻想，而是经过物理模拟验证，符合宇宙规律的真实可能。毕竟宇宙里有上千亿个星系，每个星系有上千亿颗恒星，几乎每颗恒星都有行星。你觉得哪颗星球最值得人类移民呢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选择，说不定未来人类的星际移民就会朝着这些超级地球出发。